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阿达最近拍过几片让 N1 处理器的 MacBook 或 Mac 也能够跑 Windows 的几个方法，那包含了使用 PD17或者说 UTM 这种虚拟机等等。不过老实说，这些方法它们各有各自的优点跟缺点。PD 的资源度最好，但是它就是贵，除了软体不便宜以外而且还是订阅制。那 UTM 呢，虽然不用钱，但是呢，除了基本软体应用，剩下的东西它的资源度不高，譬如说像 USB 那些都有问题。除此之外这些软体虽然在安装的使用上，老实说我觉得并不难，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看留言就知道，有些人还是会卡关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还会占用 Mac 宝贵的空间大家要知道Mac 它主要价差就是在 SSD 的空间你像256GB 跟512GB，它的价差至少要6000块。如果你在那个 Mac 里面你装个 Windows， 然后再加上几个软体，那可能就要几十 G， 那动辄可能要100G， 你的空间就全部被它占光光了。可能有些人还会记得大概快2年前吧，阿达曾经为大家介绍一款可以让 Mac 笔电一键就能执行 Windows 的一个硬体外设，它叫 Game2Go。他们将 Windows 系统整个放在外接式的 Hub 里面，那一键就可以执行，不占用你 MacBook 的空间，还可以玩 Windows 里面的一个 Steam 的一个游戏。但是这个东西在 Mac 这个系统进入 ARM 架构之后就已经失效了。那也有很多人问说Game2Go 它之后有没有出 N1 版？我在去年的时候也拍过一支当时还在封测的 App2Go， 那个时候 App2Go 并不完美，比如说像 USB 也一样没有作用，然后玩游戏方面的话有一些驱动的问题。开发团队花了一点时间去克服相同性问题，终于在前阵子通知我说他们东西大概已经做到最后阶段然后已经准备要正式的上市，所以 App2Go 就到我手上那接下来先为大家做一个简单开箱。那其实呢，它的那个东西还是跟以前一样它就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 Hub。像它这里它有分很多容量它就依照容量价格不同，它那个最便宜的是256GB 版，大概是4290，然后一直到最大的 1TB 要快9000块就看你自己的需求。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长相还是跟以前一样，其实里面就是放一支 SSD， 这个是SATA 界面的。那它这边呢是连接 Type-C 连接头，那支援 TB3 跟 TB4， 重量只有81.5公克。另外它内接2个 USB 3.2 Gen 1的 Type-A 连接副它可以让你去外接随身碟这一类的设备。另外还有一个 PD 的100瓦快充副就是说你连接这个之后，这边接了还可以同时充电，而且呢它有一个 HDMI 的一个连接副所以你只要买 App2Go 呢，它不但可以让你跑 Windows， 它还可以当随身碟，那还可以让你外接随身碟，也可以解决像那个 N1 的 MacBook Air 或 Pro 它没有 HDMI 的一个困扰。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实测阶段。好，首先呢大家看像 MacBook 它一定都有个 Type-C 的连接副嘛，对不对？你只要将这个随便找个连接副把它插上去，它就跟一般我们使用随身碟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出现了2个外接的一个像随身碟的一个设备。那如果你点开 Windows 就是跑 Windows， 跑 Game 呢就是跑游戏。好，那我们先测试这个 Windows。那这边进来呢，它会有3个选项。好，那直接执行这个 App2Go 就好。好，那我们就这样执行。我这支呢，我故意没有在我这台电脑执行过，所以我也是第一次执行。这边大概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一个作用如果我现在是这个清单的话，它会有一个启动 Windows 跟系统还原那这边的记忆体呢，就看你自己本身的记忆体买多大。原则上呢，最好是一半。那像我这台是最便宜的 MacBook Air， 所以我就切4G 给它。那这边呢就是网络部分看你要直接用它内建网络。那光碟机这边可以不用理它。安全模式这里呢，则是代表说，如果你是像在一些学校环境他们可能需要用 VPN 的话，你就把这个打开它就可以执行 VPN 的程式去上网络。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其实这边可以不用理会。那什么叫系统还原呢？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 Windows 里面，你去乱装东西、乱搞东西呢，不小心坏掉都不会怎么样。如果进不去，你只要点这个系统还原，它就会回到最初的一个状态，就可以尽量用，都不用怕。这个 Windows 的所有的软体呢，它都会占用的是这里面的空间，它不会用到你电脑里面的空间像我上次讲的 UTM 的话，你越灌软体，它的印象档就越大。
第一次执行就点这个，哦，那这边就是要输入我的一个密码，那这边要权限就给它填好，因为我是第一次执行，哦，所以会相较比较久一点，但是比一般虚拟机快很多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我的这台笔电上执行 Add-to-Go， 大家可以看到驱动什么都是正常，音效也正常，网络也正常，然后已经可以直接上网。现在这个 Add-to-Go 呢，它有一些限制，就是说它目前还不能全萤幕，但是呢，你可以把视窗把它拉大。那之后啊，因为 Add-to-Go 的那个团队在跟苹果要权限，只要是权限过了，它就能让它做全萤幕的动作。那第二个就是读卡机不能用，就是自然人凭证那些不能用，那剩下的大部分都是正常的。好，那我们这边我这边随便选一个，好，这样进来，好，先跟大家看一下。随便开启一个网址，哦，这边都是正常的。当然呢，你也可以自己去关 Office， 还有一些你常用的软体都是可以用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说，就跟正常的 Windows 一样，但是它也是一样跑暗码。还有一个就是 Add-to-Go 它自己独家的，它是大概目前所有虚拟机里面唯一一个可以跑 Microsoft 的 Store， 就是可以下载 APP 的一个服务。目前其他的虚拟机啊，不管是 PD 或者说 UTN， 都是不支援 Windows Store， 光这一点就很厉害了。那你在这边就可以去下载你想要用的应用，比如说 Netflix 啊、Disney Plus 啊，都可以。在网页这边呢，电脑我要打网页以外，那接下来我们测试几个大家可能想知道看影片的效果。那有的都是7点半就开始排了，那我们要上班，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妙方发放快筛做爱心，民众排队也很踊跃，一个梯次1000剂不到半个小时就发光，希望用民间力量补足民众需求。记者陈长胡伟伦台北报道。我们再试一下 Disney Plus。影片播放都正常。好，我觉得它这个 App-to-Go 的一个 Windows， 有几点我是觉得比较屌的，就是说，第一个它不是评估版的，那第二个呢，它也没有 TPM 硬体不相容的那个问题，厂商那边都帮你处理完了。不过呢，金钥啊，就是你自己去买来装，或者你用 KNS 启动，如果你是学生的话，这部分就要麻烦大家自己弄。那 Windows 的好用之处呢，就是除了刚刚我们讲的一般的软体以外，像说一些 Mac 没有的看盘软体，它也可以正常执行。相信应该会有人想要知道说，那这个虚拟机能不能玩电动？那我刚刚有讲说它有个 game，所以它是玩电动要跑那一个。在这边我也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Add-to-Go 的一个原理。原则上Add-to-Go 它是采用跟 UTN 一样的一个核心，那只是说它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水式点里面，再加上厂商自己去做客制化，然后在玩游戏的部分呢，我这边打开给大家看就知道。它这里呢，它就依照游戏的平台类别，它去做一个打包。像这个 Steam 平台，那将来我有建议他们说，像 Xbox Pass 也要做一个。那它的那个原理呢，就是使用另外一个模拟器叫 Wine， 它就是在 Linux 里面去跑 Windows 的软体。那这个特制化之后呢，可以让它在 Mac 里面跑。那其实类似的东西呢，在 Mac 平台里面叫做 Crossover， 原则上它也是一样，是在 Mac 笔电里面跑 Windows 游戏或 Windows 软体的一个东西，但是它要钱。那 Add-to-Go 呢，它做的事情就是说，它把所有的软体都全部放在里面。它本身也是开源的。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去网站看。原则上它是卖你这个硬体，免费送你这2个模拟器。我这样讲会比较简单一点。厂商那边也保证说他们是终身更新。就除非到 Mac 不能支援了，不然 Add-to-Go 到现在还是有在支援。Add-to-Go 它一样，就是软体部分呢做终身支援的。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他们讲。我现在执行 Steam 平台之后，有没有看到这个界面在 Mac 里面就直接跑 Steam 了？这个是 Windows 的 Steam 不是 Mac 的 Steam 然后有点像 PD 里面的融合模式。那这边就是我自己的游戏收藏库里面的一些东西，我会放在这里。如果要玩游戏呢，它也可以支援摇杆，所以我在这边我可以先将摇杆跟 Mac 去做一个配对。那接下来我就用 Mac 来玩游戏。
它这个游戏啊，它并不是所有的 Steam 的游戏都能跑啊，它有一个清单，我会放在说明栏里面。我自己有测一些游戏跑是正常，譬如说像这个，五木骑兵。厉不厉害？好，接下来我们来测别的游戏。好，巫师也是可以玩。像有的就会这样子贴图不太正常，就算能玩，效果不是很好，并不是说每个玩起来都很不错的。当然，如果你的那个 Mac 等级比较高的话，它画面表现就会越好。那玩完 Steam 的游戏之后呢，那接下来玩大家可能很想知道的 GTA 5，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那大家知道啊 ，GTA 5动辄就是100多 G， 如果你灌在 Mac 里面，全部都给它就好了，所以它现在是全部灌在这里面，我是觉得还不错啊，原则上它是不占用你原本电脑空间的。流畅度还不错，看啊，好。所以啊，这个界面里面去跑 Windows， 跑一些看盘软体，还有看影片，文书处理这些都没有问题。那如果你要玩游戏，目前这个 QEMU 呢，它在驱动部分就效能不好，所以你要玩电动呢，你玩一些网页游戏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要玩3D 的游戏的话，那你去外面再另外跑 Game 里面的那个目录会比较好一点。好，看完了以上阿达的一个简单的示范之后，相信大家对 Add-to-Go 不管是使用也好，它的功能也好，应该有一定的一个了解。我觉得 Add-to-Go 就是对一些偶尔会用到 Windows 应用的使用者，然后叫你去学习那些东西，你又觉得很麻烦的话，它是相当的方便。第一个，它没有一些痛苦学习的过程，随插即用。然后厂商也提供终身的更新跟教学，而且插上去呢，还可以帮你扩充你的一个不管是连接埠也好 ，HDMI 也好，还可以充电也好，使用起来是相对的方便。另外除了一般的 Mac 可以用以外，像后来比较新的像那个 MacBook Pro 也都可以用。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我是觉得Add-to-Go 相当值得参考。由于时间关系，我会将相关资讯都放在下面的说明栏跟置顶连结。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也会将购买连结放在下面。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自己去看。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段影片呢，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